打不进了。嘿嘿，我是小黑黑。这期黑球鞋它不一般，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我的老粉，那你应该知道我在哪个国家。这里的球鞋市场无非是2家独大。那我之前做的球鞋评测也无非是身边触手可及的实战球鞋。自从某个事件之后，我的视频就遭受了很多爱国人士的抨击和非议。作为一个球鞋爱好者，想想也蛮无奈的。其实作为骄傲的 Made in China 的一员，我对国内的球鞋品牌早已垂涎3尺，奈何能力有限，没有渠道。不过这次多亏贵人相助，我终于拿到了匹克的内测，别提有多激动了。所以给大家带来一期国货当自强，希望以后也可以多多给大家带来国鞋的实战评测。所以 Let's get it。刷刷。经过了10天的漫长等待 ，DHL 终于把祖国的温暖送到了我手里。这一次我们开箱和出测的鞋，它叫非售品哈，不对，它就是来自匹克的大三角。说匹克是10年磨一剑，一点都不为过。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匹克初代大三角就在 NBA 亮相了，可能也是最早在 NBA 亮相的中国球鞋。那要考大家的问题来了，当时匹克是为哪位球员设计的个人战靴呢？这里给大家一点提示啊，这个人外号法国乔丹，请大家把答案打在公屏上。这个人就是 Michael Petras， 迈克尔·皮特鲁斯，魔术队的防守铁闸，也是 NBA 早期非常好用的3D 球员之一。10年之后，匹克大三角联合枸杞哥强势回归，斩获个人生涯第1个全明星首发。我手上的这双太极大三角可以说是澎湃大三角的改进版，在保留大三角外观设计的同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和调整。至于到底有啥改进，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来看颜值方面，我这双是虎年中国红配色，匹克真的深得我心，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全红色的。为什么呢？一个字，它低调。穿上这鞋，立马化身球场上最耀眼的仔。球技能不能跟得上，可以一会儿再说，但是鞋一定要出厂即炸，懂我的意思了吧？除了配色，我们看看设计语言。回到10年之前的匹克初代大三角，从未有过一双国产球鞋能将品牌 logo 展现得如此醒目。太极大三角的整体风格继承了大三角的 DNA， 并调整为中低帮结构，使整鞋的线条更加流畅灵动。你们看这鞋头金色大三角 logo， 是不是有点地主家儿子的即视感？鞋身内外侧的透气开窗上方都有中国特色的花纹点缀，喜庆感十足。不同的鞋舌设计也充满新意，左鞋是个刺绣版的小老虎头，右鞋是一个单字版的小老虎，突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翻到鞋尾这里，这个是不是2只老虎的屁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体而言，我觉得太极大三角的颜值非常在线，所以给大家9分线。材质这里首先我们要提一下定价。作为首发价格599，到手价只要400多的亲民团队战靴，它的用料却一点都不含糊。整鞋鞋面采用了高强度透气网布叠加皮革材质，手感柔和。鞋头高磨损区域还有大面积的包裹和加固，耐用性得到完美提升。鞋身顶端和鞋舌的绒布面料配合厚实的内衬，也让整鞋舒适度上了一个台阶。总而言之，扎实的做工，柔和的手感，我觉得非常对得起这个价位，所以材质给它9分，我觉得没啥问题。下面来到硬件部门，我们第一个肯定要说说缓震。有一说一，现在市面上除了钩子一家有非常稳定输出的气垫科技，其他基本上都是发泡缓震的中底配置。耳熟能详的爆米花、React、Zoom Max， 还有李宁的 Bone、安踏临界氮科技等等等等，都是泡棉缓震科技。匹克这里当然也有自家的法宝，那就是主打轻量化的太极科技。不过此太极非彼太极，一个是拳法，一个是缓震，大家可以自己捋捋。这双太极大三角中底其实有点意思，它采用了一模双密的注入式设计，前后分开，我觉得非常科学。因为你想想，前掌后掌其实需要的缓震它是不一样的。前掌主要负责蹬地启动，爆发性更强，后掌则需要更充足的缓震来减少落地的震感。如果只用一种科技，很难照顾到2种不同的需求。但有可能有那种超级完美的缓震可以2者兼顾，但这个就很难说啊。
那这双太极大三角前掌使用了全新调教的 Super P Motive 超级魔弹，听说回弹相当不错，应该可以给前掌带来更为迅捷的启动感受。后掌这里人见人爱的轻量化太极科技为落地缓震提供完美脚感，减轻了整体重量的同时，带来了前刃后弹的缓震组合。我是相当期待。上脚之前，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包裹和支撑这里。太极大三角相比较于澎湃大三角的另外一个改进是采用了中低帮设计，让脚踝的运动更加流畅灵活。虽然改为了中低帮设计，但在支撑和保护性方面，太极大三角却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中底的双层 TPU 抗扭结构，在中底下方中足首先内嵌一块长方形尼龙板，外侧又添加一块外露大面积异形 TPU， 给予足弓强力稳定的支撑，同时保护双脚。而且听说太极大三角采用了全新的鞋楦设计，更加紧密的贴合，弥补了前掌包裹不足的问题。嗨，说了这么多，在吹爆这双鞋之前，我们还是来上脚体验一下吧。首先，尺码选择方面，我是 US 10.5，也就是44.5码。由于是第一次穿匹克的鞋，我的朋友推荐43码，比我的正常尺码小了1码半。这个选择让我有些后悔。首先，鞋穿起来很吃力，还稍微有些挤脚。通过亲身体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双太极大三角确实是偏大，但如果能买大个半码，也就是43.5码，可能使用效果更佳。43码有些小了。所以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按照自己的正常尺码买小1码，你就应该 OK 了。上脚的初感觉让我惊讶的是，这个鞋的包裹360度的贴合，脚周围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就像第二层皮肤一样。鞋中部到鞋头这里的额外包裹，我一开始以为是个可以拉开的魔术贴设计，没想到是固定死的，但完全没有关系哈。这个带有松紧自适性的大面积覆盖，给脚的关键位置带来了无可挑剔的包裹和保护，我是立马就爱上了。其次，缓震这里刚上脚其实没有太多反馈，甚至有点平淡无奇。前掌能感觉到稍弹，但后掌的太极缓震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惊喜。总体来说，脚感是偏硬的，不像气垫，刚上脚操作就开始了。这也是气垫和泡棉缓震的区别。我们需要花些时间把鞋踩开，才能发挥泡棉缓震的极致性能。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下期的实战评测的缓震表现吧。另外一个让我惊艳的方面就是这双鞋的抓地了。这双鞋虽然采用了有点危险的水晶底，但是你可以放心，它不仅抓地牢，还有能叫。在稍有灰的室内场，你就像粘在地板上一样，可以肆无忌惮的随停随走，让我做任何动作都非常安心。我不禁想大声的喊出匹克 I can play。 这么扎实的国鞋，不让队友体验一下就说过去了。他二话不说就扔掉了脚上的 A 锥，再三确认他昨天洗了脚之后，队友换上了这双来自匹克的神奇大三角。在2场激烈的1v1之后，他也绷不住了。下面是他的原话：这双鞋的抓地力也太他妈好了吧！最后鞋重这里，从厚实的用料、扎实的做工，让整鞋的手感非常稳重，所以我用手盲猜这双鞋应该超过了400克。果然不出所料，太极大三角不到430克的重量，赶上了450克后卫鞋保底的末班车。虽然在重量上表现平平，但大三角上脚完全没有给我拖泥带水的感觉，反而在我的动作之间异常的流畅灵活，给我一种总体的轻盈脚感。当然了，我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更多的实战测试，来发掘太极大三角的完全性能。所以请大家关注一波，别走开，我们下期见个分晓。好了，我是小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记键3连加关注哦，因为我致力于给你带来最棒的原创评测。那更多黑系列精彩原创，我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那我们下期再见 ，Peace。